你听过名创优品吗？这个被戏称是山寨无印良品的中国品牌，为什么可以甩开各种负评，营收还破100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名创优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如果常常有在各大的百货公司或是商圈逛街你一定看过这家叫做名创优品店。虽然它看起来只是一家普通的连锁杂物零售店但名创优品的爆发力非常的吓人。创业3年，营业额达到了100亿人民币。2020年呢，还在美国挂牌上市。不过，虽然名创优品的营收成绩亮眼但却多次的卷入了抄袭还有盗用的争议，还被批评呢是靠抄袭起家，长期都摆脱不了山寨品牌的争议。那么今天呢，就要来聊聊名创优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品牌，它是怎样崛起的？面对抄袭争议，他们怎样回应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很多人问我，志祺你好像很久没有复胖了。其实自从上了宋叶人医师的课呢，成功减重之后，我已经维持了身材将近2年，体脂率呢也持续的降低。很多人会担心快速的瘦身会反弹复胖，但因为我是有系统的从调整饮食结构来减重，就算偶尔工作太忙或没有运动，也不太容易复胖。而且课程当中呢，还有教我根据自身的体质选择外食的方法与进食比例，所以很容易找到好吃、会饱又方便的外食，不会局限于水煮餐盒或者只能够吃鸡胸肉之类的。那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不会有被限制或者是一直在牺牲的感觉，照常的享受美食身心呢都很放松，自然而然就能够长期的维持下去。而这堂我跟宋叶人医师一起合作的外食减重学课程，已经有超过4000名的学员一起学习，一定也能够给你实用的帮助。课程限时优惠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点击资讯栏加入吧。名创优品呢是一家生活百货的零售店，它的 logo 呢是一个方形红色的购物袋，再用白字呈现这个品牌英文名 MINISO。那因为乍看之下呢跟 Uniqlo 的这个 logo 有点像所以过去有不少人呢以为名创优品是日牌，但其实它的起源是在中国。名创优品的创办人叶国富出生于湖北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读中专的时候还因为家里没钱缴学费，所以没有领到毕业证书。那虽然学历没有那么好，但叶国富很有商业的头脑，跟他的太太杨云云呢一起做起了饰品生意，创立了饰品品牌哎呀呀。之后哎呀呀呢在中国市场站稳脚步，门市的数量呢还有销售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为叶国富夫妇赚到了第一桶金。但叶国富没有因此满足，还是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生意进一步的扩大。2013年时，叶国富去日本旅行时，发现街上有不少的100元商店，这些店面的设计呢简约，卖的东西又便宜，引起了叶国富的兴趣。那回国之后，他决定自己要做类似的生意，跨足到生活百货产业，创立了名创优品。名创优品的店面呢，还有商品都走日系风格希望给人一种简约、清新、有质感的印象。而在开店初期呢，他们也承袭了100元店的模式，商品大多都是10块人民币左右，所以呢也有10元店的称号。而这个计划显然非常的成功靠着有质感的氛围跟便宜的商品，名创优品在中国快速的扩张。不过尴尬的是，虽然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创办没有几年呢，就多次被爆出了抄袭还有山寨的争议。名创优品在创立的初期就曾经被人质疑说 logo 像 Uniqlo， 店面设计像无印良品，商品像大创。而且他们的商品标签跟广告呢，很多都使用日文叙述，可是上面的日文却错漏百出，被质疑根本只是生硬的山寨日本品牌，故意的混淆中国消费者。那当然严格说起来这些风格也不是只有日本品牌能用嘛，所以呢这些争论后来也没有进到诉讼的程度。比较严重的是从创立开始商品就接二连三的爆出的抄袭争议。比如呢在2016年香港插画家 Dario Hochi 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指出，自己的作品白白呢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被做成了手机壳，在名创优品的店里贩售，呼吁粉丝不要购买。另外呢，在2020年初，深圳的设计师品牌 Final World 呢也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名创优品的几款胸针跟 Final World 的 IP 高度的相似。当时 Final World 的文章标题还直接呛说，名创优品你敢回应吗？要求名创优品不要再逃避侵权问题。一直到去年底台湾也有香氛品牌指控名创优品抄袭他们设计的哈利波特香氛系列，相关的争议可以说是不停的发生。而且不只是商品还有设计师发现自己的名字呢也被名创盗用了。有报道指出呢，多位欧洲设计师发现自己的名字忽然出现在名创优品的官网上面，被列为品牌合作设计师，但这些设计师根本没有跟名创优品签约合作，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而面对这些抄袭跟盗用作品的指控，名创优品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面对抄袭争议创办人叶国富早期曾经表示说，在设计界从来呢只是互相借鉴，没有模仿，暗示这些所谓的抄袭争议呢只是借鉴致敬而已。后来在回应一些案例的时候呢，名创大部分呢只是回应说问题出在供应商，但他们坦诚自己监管上面有漏洞，会跟当事人进行协商讨论。而根据媒体报道，名创优品呢牵涉到多宗的智慧财产权侵权诉讼，目前大多数呢都是名创优品败诉或是赔偿。那虽然我们无法查证这些抄袭侵权的争议到底有多少，可是就连很多的中国媒体报道名创时呢，都用山寨抄袭作为标题表示这个印象确实已经跟名创优品贴在一起了。而名创优品为了洗清这个印象呢，近年来也非常大量的跟各种知名的 IP 联名，包含了像是三丽鸥漫威、迪士尼，甚至是吉伊卡哇等等的 IP 都跟他们联名过。在宣传的时候呢，也会主打这些是正版的商品，甚至因为联名的数量非常庞大，而且几乎一年四季都在做，还因此呢被称为是联名界大佬。而从结果论来看呢，抄袭争议对名创优品的影响并不大，他们的商业版图还在非常快速的扩张，甚至进军国际。名创优品创办3年之后，也就是在2016年，年营收就已经达到了100亿人民币。到了2020年，名创优品还顺利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年之后呢，也成功在香港挂牌上市。2023年，名创优品成立10周年的时候，创办人叶国富还喊话要成为超级品牌。当年5月，名创优品进驻纽约时代广场，成为了第一个在时代广场开店的中国品牌。同年入驻法国巴黎香榭里舍大道，同样的也是第一个打进去的中国品牌。那从营收来看光是2024年的前3季，他们的总营收就已经达到了122.8亿人民币，在全球112个国家已经有超过7420家店，而且数量还在快速的增加当中。那说到这里名创优品到底是怎么样甩开争议走到这步的呢？名创优品除了靠着卖平价商品占据优势，它另外呢也有几项经营的策略可以特别的拿出来讨论。大部分分析呢都会提到名创优品对于供应链的管理非常的有一手，比如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跟压低成本，名创优品有的时候会让仓库直接对接门市，除了少了中间商的成本更提高送货的效率。另外，名创优品呢也很喜欢去找一线的品牌合作过的代工厂，创造所谓的平替商品。比如呢，他们家的这个洗面乳和眉笔呢，就宣称是由帮迪奥还有这个香奈儿呢代工的这个工厂生产的。而这就让消费者觉得，只要花10块人民币就可以买到精品等级的眉笔，感觉 CP 值超高。这款眉笔呢，更因此在3年内卖出了2亿支。另外呢，他们也会跟供应商一起开发商品，参与设计，之后买断版权，确保独家货源，然后再靠着大量的采购压低成本。那因为有很成熟的供应链管理，他们也有办法呢推出非常疯狂的711销售模式。根据官网介绍，他们每7天呢就会上架100款新品，而这100款新品呢是从1万个设计方案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这种快速推出商品的模式呢，让消费者每周都有新品可以买，透过持续的创造新鲜感，提升回头率。那当然，有了供应链，有了产品，这种实体商店最快的扩张方式就是不停的开新店，增加通路。名创优品也非常积极的在推加盟，截至去年第3季呢，他们在中国的直营店只有29家，但加盟店却高达了4221家，甚至呢，为了推广加盟，名创优品一度还提供借贷服务，让一般人可以跟他们借钱加盟开店。虽然后来这个服务呢，因为监管的问题停了下来，但名创优品在这些经营策略之下，确实迅速的扩张，营收不断成长。但没有想到，他们虽然挺过了涉嫌抄袭跟盗用的风波，但前几年呢，却因为入华争议而陷入了危机当中。2022年呢，名创优品有一款旗袍娃娃商品，在西班牙代理商的这个 Instagram 贴文上面呢，被标示成日本艺妓。这个事情呢，在社群上面传开之后，让中国的民众非常的不高兴跟不满。同一时间呢，名创优品的仿日风格也被放大检视，甚至有中国网友觉得名创优品可能打从一开始呢，就是靠着伪日的这个品牌的形象，欺骗中国消费者致富。例如呢，有网友发现名创优品的公司注册地呢在中国广州，但也有在日本注册一家公司。另外，他们也时常对外宣称自己是日本企业，比如早期说呢自己是这个日本设计师品牌，在海外分店的广告呢也都会 from Japan 或者 Japanese lifestyle brand 等等的口号宣传，甚至还曾经在跟外国合作厂商签约时，在现场使用日本国旗。这种种的消息呢，引起了不少的中国网友反弹，批评名创优品忘本不爱国整个大言上。那在争议爆发之后呢，名创优品火速的出面道歉，表示对于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惭愧与自责。他们承诺会在期限内完全去日化，包含了调整门市装潢跟品牌 logo， 并强调呢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品牌，未来会把中国文化跟潮流元素融入产品，弘扬中国文化。
那虽然我们之前都知道名创优品非常大但这一次呢是在研究资料之后才发现，原来它没有这么巨大的规模，创办人呢还因此登上了中国100大首富的排行榜。所以也不可否认，名创优品的商业模式跟营运方式有非常厉害的地方。不过各种抄袭山寨争议呢，从这个创办初期到现在还是紧贴着他们的负面标签，甚至一直到近期社群上面还是会看到有创作者控诉自己被抄袭。所以不管是名创优品是不是故意这样子做，很明显他们在版权管理的策略上面是有漏洞的。不过即便是这个样子，名创优品呢还是在持续的扩张，销售跟营收的表现也未受到明确的影响。那么认为原因可能是因为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很多时间呢也不一定会有精力去思考这些问题，价格跟实用性可能才是决定购买的关键。再加上名创优品的产品周期较短，大量的新品也可能淡化争议，让相关的争议很难持续的发酵。所以也不只是抄袭争议即使呢是中国人很重视的这个入华议题爆发之后，对于名创优品的冲击还是很有限，只要产品的 CP 值高，市场还是愿意接受。那除了业者自律跟法律的解法之外呢，我们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如果这是你在乎的议题，能够做的就只有更严谨的进行消费的选择，把自己重视的议题也纳入买东西的考量里面吧。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名创优品的抄袭争议会让你不想要消费吗？ A 会完全拒买有抄袭呢又没有好好处理的品牌，我都不会再消费。B 不会影响，我觉得买东西还是 CP 值比较重要，目前的处理呢，我觉得已经够好了。C 会选择性的买只买正版跟确定没有问题的商品，有争议的就不消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名创优品的故事。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泡泡玛特以及 Bear Brick。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